别再折腾几千块的 NAS 了，相信我，你手里的这台旧电脑才是最强的影音服务器，可以让手机、电视、平板全部直接访问你的影片库，而且还是这种自动海报墙、分类展示、点开即播，而且是源码播放，不压缩、不限速，完全免费，开机就能用。很多人白白花了不少的钱，结果性能还没有你这台废铁的一半强。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，这期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，这是一期超简单的保姆式家庭影音库方案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光速分享，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最实际的问题。现在咱们在看电影或追剧时，经常会碰到一些挺烦人的问题，像是网盘不充会员就限速，慢得像蜗牛，投屏吧不是卡顿就是画面大幅度缩水。NAS 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但算算价格，再看看那些复杂的搭建过程，又劝退了多少人。说白了，咱们普通用户想在本地安安静静看个高清大片，怎么就这么折腾？如果我告诉你，1分钱不花，也不用瞎折腾，就能让你的所有设备拥有像 NAS 一样爽的观影体验，你信吗？这期视频就是专门帮你解决这个既要又要的问题。不管你手里的旧笔记本电脑、带 USB 接口的路由器，还是你正在用的主力电脑，只要它能存东西，能连上 WiFi， 都通通能变废为宝，将它们通过简单的设置，把它们变成你家里的私人云盘和大资源库。你的其他设备，比如手机、平板、电视，都可以像访问本地储存一样，直接观看你储存设备里的影视资源。这还不是那种糊得不行的投屏，而是让你的观影设备挂载你的储存设备，就像你的手机插上一根隐形的千兆数据线，直接读取文件。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用你现有的设备零成本搭建一个简化版的 NAS， 来实现全屋跨设备的源码观影。好了，请准备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保姆级的实操。以电脑设备为例，其他设备同理，原理都是通过开启 FTP 或 SMB 在局域网中进行数据传输。常规的手动方法是新建一个文件夹，设置属性、共享、设置权限，但这里很多新手容易遇到程序服务没开启等各种玄学问题，导致死活连接不上。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，我的视频教学为大家专门准备 GitHub 帮助型项目 LetHelp，为观众朋友们解决一系列的操作问题，告别点来点去的无聊操作。项目地址你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，英文用户请点击上面的语言切换，打开 LetHelp， 找到这期视频内容。这个项目是开源的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，所有代码在项目上方存放，只为方便我的观众进行操作而设立。在项目内找到一键命令，点击右边的复制，根据提示按 Windows 加 X 键打开 PowerShell 管理员模式，右键在光标处粘贴，回车运行，等待脚本打开。打开后，选择你想创建共享文件夹的磁盘，输入你的文件夹名称，之后所需的共享权限、文件夹、所需程序，它全自动帮你搞定，根本不需要自己去点那些繁琐的菜单。脚本绿色之后，就可以查看自己的共享文件夹了。这个共享只在你的局域网生效，外人是进不来的，安全性大家可以放心。打开刚才创建的文件夹，这个文件夹是用来存放你的影视资源的，你可以随意找一个电影或电视剧来测试。注意，在这个目录下，电视剧和电影每部都需要单独创建一个文件夹，这样检索生成海报时才不会混乱，能找到所有的级数。以后增加内容都放入这个文件夹即可。建立好后，接下来进行非常关键的一步，你需要知道电脑的内网 IP 地址。打开 LetHelp， 找到获取用户名和内网 IP。 由于之前的视频有朋友无法区分本地账户和线上账户的区别，干脆咱也别解释了，直接给你命令获取，主打一个拿来吧你。按键盘 Win 加 X 键进入 PowerShell，在光标处右键粘贴，回车，即可显示在屏幕上。特别提醒，显示为微软账号类型的朋友，你的电脑登录的是联网账户，后面输入账号密码的步骤需要填写完整的邮箱，密码也是这个账户的联网密码，不是本地 PIN 码。本地账户 App 连接时需要密码登录，没设置密码会被拒绝访问。
下面需要设置密码。经过测试，后面使用 App 如果没有密码，连接 Windows 的时候会被拒绝。但是连接路由器硬盘就不需要密码。无论你是否记得密码，还是不小心忘记了，甚至没有设置密码，直接打开 Let Help， 复制创建或修改密码的命令。这些代码都是 Win10 和 Win11 通用的。这段代码不管现在的密码是什么，它可以直接复写你设置的密码，回车后立即生效。后面这条命令是为不想每次开机都需要输入密码的朋友准备的。它可以让电脑实现开机自动登录，这对家庭环境使用十分方便。大家自己决定是否要使用。打开 Let Help， 复制命令，输入你本地的账户密码，运行后即可实现自动登录。为频道能顺利的开展下去，我会尽力为各位提供最佳的服务体验。希望各位朋友点赞支持一下，谢谢诸位。脚本会开启 Windows 支持的 SMB 全部协议。如果有朋友属于使用娱乐电脑进行保密工作，建议全部关掉 SMB 3.0 版本以下的所有协议。一个 IP 有65536个端口可用，打开 SMB 会使用445端口。任何协议在未来都有可能被破解后拿来利用，而不开启端口将完全不提供任何可连接的服务。大家不必过于担心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你有1000个比特币，被黑客知道了，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窃取它。这种我建议你躲起来，进行物理隔离。如果你的仓库里什么价值的都没有，那么将大门敞开，连个老鼠都不会进来。这里给大家排个雷，有些路由器会重新分配 IP。如果哪天你突然发现连不上了，记得重新用命令查看一下 IP 变了没有。想一劳永逸的话，可以在路由器后台给电脑绑定一个静态 IP， 也可以在电脑中手动设置静态 IP。 通常路由器分配的内网 IP 租期到期后会自动续租， IP 也会沿用上一个。但如果设备流动较大，或者设备 MAC 变动，则会重新分配 IP。 如果日后遇到连接不上的情况，优先排查 IP 是否正确。 IP 拿到了，文件夹共享好了，影片放置完成后，接下来我们用手机来设置，其他设备设置都是一样的。此部分不分手机、平板、安卓、iOS。 登录相同账号，电视会自动同步，并且在你的任意设备上操作，其他设备也都会同步更新。这里我用 iPhone 示范。打开你的应用商店，各大应用商店都可以搜到。我们下载软件网易爆米花，这是一款网易推出非常好用的播放器。它与豆瓣合作，可以自动将你的影视资料以海报墙的形式展现，非常美观整洁，多平台都可以下载到，而且它是完全免费的。如果需要使用其他同类软件，在视频最后我会给大家一些替代选择。下载好后启动 App， 登录手机号，不登录也可以用，但不能多设备进行同步。我们在下方资源库点击加号，添加资源，在网络储存选择 SMB， 打开后添加电脑 IP， 输入用户名密码即可。现在就可以看到设置好的共享文件夹了。首次确认添加后会自动扫描，等待扫描完整就可以看到带有画报的影片，它会自动帮你匹配高清封面、简介，还有豆瓣评分。电影和剧集会自动分类。进入播放，实现源码跨设备本地播放。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讲了，看就完了。为什么我没有添加云盘储存？云盘用起来十分方便，添加仅需要大家登录账号即可，它就可以观看云盘中的影片。问题是通常它都是付费的，免费服务经常限速，影响观影体验。有需求的朋友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云盘购买即可。
完全不消费，使用本地储存也可以。由于我看电影的时间通常是在晚高峰，虽然也买了不少云盘服务，但我还是会在观看前先下载到本地，通过 SMB 服务进行观看，减少晚高峰意外卡顿。我的云盘服务也仅仅是一个仓库而已。其他设备只需要登录相同的账号即可跨设备同步影片，并且带有播放记录，方便你多设备切换观看。最后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个方案的优势：不需要花钱买 NAS， 不需要开网盘会员，不用折腾投屏，更稳定。全屋的苹果、安卓、平板、电视都可以观影。最重要的是，无消费就获得了非常接近于专业 NAS 玩家的观影体验。同时再次提醒，登录了 Windows 联网账户的朋友，连接登录时需要填写你的完整邮箱和密码，才可以连接成功。另外，如果你不习惯使用网易爆米花，你还可以选择 Kodi、Nplayer、Infuse、WaveHub 等支持 SMB 或 FTP 传输协议的播放器。网易爆米花的优势在于多端同步和完全免费，可以自动生成海报墙，并跟随进度跨设备观看同一部影视，大幅度提高了用户的使用感受。老司机用 VR 设备可以选择 Skybox 4XVR， 体验非常劲爆，有兴趣的评论区可以细聊。以上的 App 都可以配合本期的教学内容来进行跨设备的本地播放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消费能力自行选择。如果你有其他方面的需求，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，我会按照需求的关注程度安排进后续的内容。大家在设置过程中，如果遇到具体的报错，直接截图或描述发在评论区，按照反馈的数量，我会在 LetterHelp 项目中进行修复。本次加入的一些远程指令，正是由于之前观众的反馈。遇到问题，请关注项目的后续更新。LetterHelp 这个项目是解决实际的问题，并帮助你把复杂的操作变简单。这是我的频道独有专属服务，订阅频道，您将不会错过这些内容。这里是光速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